我要介绍一套刀具，它是不需要磨刀的刀具，随时都有一把是维持一定锋利度的刀子。我们测一下它的耐久性。对，我们就拿一个磨刀棒，把它磨不利，然后我们没有做假，往比较厚的地方切。台湾人的用刀的方式，他把磨刀、保养刀这件事情整合在你去每天使用刀子的这个过程中。通常我不太推就是成套刀具啊，不过这套刀具我觉得也很厉害。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火金主厨为之旅。我们之前有拍过非常多磨刀教学影片，也介绍了非常多的主刀、刀匠，然后也介绍非常多的磨刀石。但是呢，我今天要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要介绍一套刀具，它是不需要磨刀的刀具。这好像蛮打脸我自己的频道，就是怎么可能有个刀子不用磨？因为刀子我们都知道使用久它一定会钝嘛。那如果刀钝了，你想要它的锋利度回来的话，你就必须要磨。我们教很多磨刀石的磨刀，那磨刀石的磨刀的确它可以把刀磨得非常的锋利，但是，我认为不是大家都想要学磨刀。对，就算你会磨刀，你的家人也不一定会想要学。而且磨刀你还要买磨刀石啊，然后可能还要看一大堆 YouTube 影片啊，然后看了不会之后还跑我这边上课又花一笔钱，对，然后又不小心又买了更好的磨刀石，然后不小心又买了更好的刀子，然后刀子越来越多。虽然好像有打脸我们自己的影片，可是呢，今天就是我要介绍一把就是方便大家就是不用磨的刀具。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跟特福合作的。那特福这个回风刀，它标榜就是说每一次把刀子拿出来跟放回去呢，都可以磨。我知道我比较常介绍都是日系的刀具啦，那西式的刀具我们介绍的比较少一点点。如果你今天希望很极致的切割感，因为日系的刀具呢，它钢材比较硬，然后它的厚薄度也会比较薄，但是呢，相对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刀具越薄啊，刀子越硬的话呢，很可能它就容易破损。那西式的刀具呢，它比较在发展过程中，它就使用比较有韧性的钢材，比较 Q 弹，然后呢，它的厚度做的比较厚一点点，所以它的耐久性会比日系的刀具还要再好一些。那当然我们知道日系厨刀切割感跟欧系厨刀切割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因为厚薄度的关系跟钢材关系都有关系。我们今天介绍这把刀不是要去取代你的一把日系的厨刀，就是我们没有要这样做，因为毕竟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在设计理念上面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怎么样让你随时都有一把是维持一定锋利度的刀子，你随时拿出来就是可以切的。我想这解决大家很多就是家里面的人，就是比如说你送了一把刀给家里面的人。然后呢，3个月之后呢，你问他说，刀子还利不利？他说，还利啊，够用啊。就是你去切，根本上完全不利，完全不能用。一把刀我们常常会讲说它出厂切割感怎么样，可是我通常会想说，这把刀到底之后能不能去维持它的好的切割感？我觉得这件事是买刀的时候我会更重视的一件事情。你喜欢磨刀，你会磨刀，但是你的家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会磨刀，所以这个就解决一个你家里面的人呢不会磨刀，然后你又希望他随时有一把锋利的刀，是安全的，是好用的一把刀子。那这把刀呢就解决了这个痛点。这套特福的 Eversharp 回风刀呢，它就是用它的刀子插进去跟抽出来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有个导轨去引导它施加固定的压力，然后固定的角度去磨它。那一把刀子你越磨就会越薄嘛，可是因为它一直在固定它的角度去使用它，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它消耗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然后它也能够一直保持这个刀子的角度，所以你就不需要去磨刀的时候，你还要去那边测角度啊、泡磨刀石啊什么的，还要一直加水，还要整瓶磨刀石，这个就不用。对不会磨刀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我本来想说它这样的机制，那最后里面的磨刀角度是不是一定会跑掉呢？它里面的磨刀机制呢是有10年保固的，外壳没有啦，可是里面它的钢材啊、它的磨刀的机制里面的这些都是有保固的，保固10年，所以我觉得这就很合理啦。我知道那个轮子啊，那种磨刀器，它可能撑不了多久。对，以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来说，撑不了很久。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就你不用去想说你要多用力，你要多轻，对，就不用管它，你就是拉出来放进去，它就有在磨。当然我在想，如果说一个刀子真的已经崩口啦什么的，可能它也没办法处理啊，就是你必须要找专业人或用专业的器具，或是真的要上磨刀石，因为你不要拿去剁啊什么的，不要去摔到，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常常讲说，如果一个刀子常常在磨的话，其实它会钝的几率就会比较低，崩口的几率也会下降。所以这个每一次插进去然后拔出来，它都是有在研磨的状况下面，加上它的钢材啊，就是德国常见的这种钢系，它的韧性非常的好，因为它的铬含量非常的高，又有加锰又有加钒的，所以它的耐久性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想这个对于一般家庭来使用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讲那么多，我知道你们就是想看血流成河，没有啦，我们想要看现实上面切起来
实测是怎么样感觉。那我们先找一把不利的刀子，这个刀子摆在指甲上面是完全会动的。我们就来切切看，这是一个番茄，是我认为这世界上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食材，因为外面就是有滑滑的一个蜡质层，然后里面软软的，然后又很容易出水啊什么的，只要施力过度，它就会变丑。对，切切看，切不切得动？看，我现在在压它，你看整个就压到这边，旁边都凹进去了，压到里面都凹进去了，对，不太可能切得动。我推一下，好，进去了。然后里面都烂，然后这边还没切断，看到就是在压，对，就是要过度用力它才下得去。好，惨惨的丢一边去。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特福的这个回风刀。那我们拿牛刀来试吗？锯齿比较长，作弊一下。我们先看啊，放在指甲上面，放在指甲上面它是不会动的。我们先把这边地头切掉。你有拍到吗？我没想到那么顺。好，我们放在上面，不要扶哦，手没有扶哦，手在这。哎呀，还是会动一点，可是我觉得是砧板的关系啊。特福叫我用他们的砧板，不能怪我。基本上呢是过得去啊，只是这砧板太滑了，轻轻的扶一下啊，这个抵在这边一下，进是进得去，很容易进，可是就是一旦摩擦力变多的时候，它就会滑。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 的，来试试看这样子切。很简单哦 ，OK 啊，而且你看这个果冻状的部分都还很立体，看这果冻状的部分都还很立体，就蛮顺的啊。你看，就这样拿着，我手这样拿着，这样拿着，这样切，它是有力的。这种是牛刀啦，然后这个是它的三德刀，三德刀就是比较轻巧，比较小一点。觉得三德刀应该是我觉得比刚刚那个利耶。三德刀就是你要切比较小的食材的时候呢，拿来用是很方便的。我觉得三德刀蛮利的。啊，对吧？可以切很薄，锋利度是 OK 的。那三德刀做的很轻巧，它是不是做比较薄？对，看一下，差不多。觉得 OK 啊。好，那我们来测其他的蔬菜好了，这么多蔬菜，不过我们先把一些刀子收回去。那我们记得这个刀子啊，我们要把它放回去之前，我们要先拿去清洗，清洗了之后呢，把它擦干，擦干了之后呢，才可以这样子把它收回来。然后每个刀具呢，它都有自己的孔啊，所以你要记得放对那个孔。那我们来试别把好不好？试这一把，传说中什么万用刀，这种万用刀是我在厨房里面最常使用的刀，就是因为它很小很轻巧。譬如说我要切洋葱啊这些的，我就可以先切，它拿来备料很方便，然后我就可以用它薄薄的刀臂，而且很好拿在手上，就这样子把这个洋葱皮给撕掉。在厨房里面备料的时候，我最常使用的刀子就是这个。这一层如果大家不喜欢，也可以把它拿掉。其实蛮利的，切带子很方便。切洋葱没什么问题。那我们换一把刀试试看切洋葱。好，我试看它的三德刀来切。那我觉得三德刀是今天切起来最利的一把。对，很好切。对，我觉得超好切的。然后还有这种小的蔬果刀。对，这种小蔬果刀就是你要处理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去掉这个番茄的这个蒂头啊，对，就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蒂头，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啊。这种切小黄瓜这种的也很好切，对。故意用一个比较平滑的切法，对。所以这个蔬果刀，譬如说你要雕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对你都可以用这个去做这种事情都很方便。就是铅笔吗？小铅笔不行，太夸张。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对，换这个高丽菜。这种高丽菜因为它比较大颗，所以你就会需要用到这种大的刀子。当然，你也可以先用蔬果刀呢，先把这个蒂头给切掉，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窄，比较适合做这种事。这样就可以拿掉你的蒂头了。那我们像这种比较大的食材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一刀就可以过去。你如果要切高丽菜丝啊这些，这个就会比较好用。就可以切丝了。对，那三德刀也不是不行啊，可是它就稍微有点不够宽。你看它切下去就比较宽，
它比较适合去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你现在要把它切块啊，这样子，我们切高丽菜要炒的高丽菜呢，这样子切，这样子切就可以。每个厨刀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今天好像在教一个厨刀教学，我们来试胡萝卜好了。对，我觉得胡萝卜是一个很适合练刀工的一个食材，因为它很硬，对，非常难切，不是大家都可以好好把它切好。对，然后通常如果刀子不立太厚，就会裂开来。哎，可以耶，是可以的耶，对吧？比想象中顺，光滑的。那我想它的三德刀应该更没有问题啦。对啊，没什么问题。这样切切看吧，可以啊，直切哦。顺哎，哦，对啊，我觉得蛮轻松的 ，OK 哎，对，它切胡萝卜是舒服的，跟它的磨的系数有关系啊。欧系的厨刀本来就是处理跟茎类为主的，所以它本来做这种事情就会很舒服。三德刀切起来真的很爽，那我觉得是舒适的切割感，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我们要来切地狱级的东西啊，你都敢拿来我们这边测试了，我们就不要怕哦。玉米，玉米应该是很常有人把它弄坏的一个东西啦。对，可以也没有裂掉哎，你看，可以哦，切得断哦。来试一下这三德刀，比想象中的可以哎。这玉米你要用稍微有一点点推的去滚的去切它，不要用剁的，拜托。试试看，这样子直接切心的地方。是可以的哦，我们比较厚的地方切，哦，很简单的，你看切心的这个地方 ，OK， 不愧是欧系刀，就专门处理这种硬的东西，懂？你这个欧系刀处理硬的东西很厉害。那我觉得既然东西都来了，我们测一下它的耐久性，我们找一根比较粗壮的胡萝卜，我们测这一把好不好？这很粗。对啊，我们来试试看，它被我们狂操之后，可以维持锋利度多久？因为西式厨刀理论上是好一点啦。啊，我们用比较暴力的切法，家里面人的切法，不会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认真划，好不好？没有，而且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是，它这个刀型比较偏日系，因为它这个弧度变比较小，没有很要太轻，没有办法这样子摇太多，它就大概是这样子用，比较属于亚洲系的刀子。对，我们还要家人的使用方式，台湾人的用刀方式就这样啊。正常来说，切胡萝卜都用压的。我目前还不觉得它有变钝如果正确的切还是正常的，耐久性还可以耶，试试看，还是可以啊。你看，耐久性还是可以的。比方说它耐久性是够的，我们还要测试一个东西，就是它能不能骗番茄。番茄很多啊，来试一下。超利的，还是可以的，可以呢，还是很利耶。虽然切的没有很多啊，不过我们刚刚也是重操作了。比方说，它至少如果正常人切个1个礼拜，应该没什么事，封口都还在，然后你看放上来都还是不会动。对，这刚才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没有插回去哦，我还没插回去。可是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对，我不知道厂商愿不愿意让我这样做，不管。对，我们就拿一个磨刀棒，把它磨不利。会动了，好，我们没有作假，我们来切一个看看，看这样就会压了，过不去了，已经旁边会压到了，我们把它洗一洗，插回去，抽出来。我们这应该一进到底才对，插进去哦。再倒点水。好，我们先测它在手上的锋利度，已经回来了。我们再让它多抽插几次。它真的有在磨哎，它真的有在磨。我们再继续来切番茄，可以哦。表示它真的有在磨哎，你看，可以，我觉得可以。这种硬的东西，软的东西也是可以切，硬的东西也是可以切的，对吧？反正不用扶啊，不用用力，这样过去 ，OK，
对，所以它真的有在磨，这会让你的刀变回力的状态。厂商本来不推荐这样做，可是我觉得如果它真的可以磨的话，应该就要经过这样的测试啊。就你真的不想要磨刀的人啊，这的确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一方面它刀子的耐久性是够的，然后这样子抽插，其实就可以把它从一个不利的状态变成是利的状态，这个差蛮多的。老实说，测出来算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没想到就是它可以磨得这么好。然后它里面呢还有一个面包刀。对，这是切面包用的，不过面包刀就没办法磨，它这边没有磨它的机制，它的形状是长这样子的，锯齿状的。对，这个用磨刀石也没办法磨，这个比较麻烦。然后它有一把剪刀，那剪刀呢，这把剪刀呢就是做任何你不想要用刀子去做的事情，也就剪东西啊，剪鱼鳍啊，杀鱼的时候剪鱼鳃啊这些，然后剪包装袋，反正厨房里面一定需要一把剪刀啦。这个剪刀也可以开瓶盖，它有一个这个机制，也可以夹东西，反正就是一把厨房剪刀 ，OK 的。通常我不太推就是成套刀具啊，不过这套刀具我觉得，就基本上你会用到的东西它都在里面了。能够帮忙磨刀拿出来跟放进去的时候都磨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厉害。它里面它每一个刀子啊都有自己的一个插槽，所以不要插错啦。然后每个插槽插进去之后，你刀子都不会像一些那种就是网格那种的，它会互相刀子放进去都会砍来砍去，一下就不利了，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大家记得这个刀座啊，就是你要记得就是清洗完就擦干，擦干再插进去，不然里面机构可能就会坏掉。但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容易坏，不过也不要让它就是泡在水里面嘛，好不好？就是你每个插槽都有自己固定的插头，不要乱插，然后你也不要拿你家其他的刀子来插哦，可能里面的机构就会坏掉，因为你的刀子不一定合。我想这把刀啊，一直都不是要拿来取代一把就是非常厉害的极致锋利度的日系手工刀，它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它呢主要是要取代你家里面那一把从来就不磨，然后弄到很钝的才要去处理的那一把。就是家用的厨刀，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一样保留它的安全性。那手感的话，我觉得手感都还可以啦，因为我觉得10年保固其实蛮有诚意的，就是10年它都还可以继续磨，我觉得是 OK 的。那当然外壳啊这些的，你在正常使用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刮痕什么，他们就不保护了。对，然后你也不要拿去泡水啊，不要拿去做一些奇怪事情啊。对，然后这种全不锈钢也比较好清洗。就不要每次在那边玩它啦，那刀钢材是会消耗掉，好不好？钢材是会消耗掉。对，虽然它有那个导轨会去慢慢的去配合它的角度去磨，可是你还是不要每次在那边乱玩。OK， 尤其像这种有刀2的刀子啊，有这种2金的刀子，对，这种刀子呢都很难用磨刀石磨，对，通常都用磨刀棒啊、磨刀器来处理。对，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像砍这个胡萝卜这样子砍，或者是这样子砍那个玉米的话，玉米梗。对于很多高级的日系厨刀来说，它的锋利度没办法回来，一下就钝掉，一下就不行了。对，它这个锋利度还在，还可以用，我觉得蛮了不起的。对，我觉得这个使用方式啊，你不要说什么像餐厅那样子业务用的大量操作，我觉得家里面的日常的使用状态下面，它会一定是够用的。尤其在它这个每次就拿取跟插回去的时候都可以磨刀这件事。一定可以维持它的锋利度，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它把磨刀、保养刀这件事情整合在你去每天使用刀子的这个过程中，所以你完全不用说哦，等到不利我才想去磨，不用，它每天都会帮你处理这件事。如果你担心它会有铁屑什么的在上面的话，你就拿去洗，就擦干，再来去切食材。我本来刀子拿出来就是要先洗过，然后再来切东西啦。那现在这个 Eversharp 回风刀，它有在泽募资，那大家可以参考底下的连结。如果你还有更多问题的话呢，在底下留言。当然，我希望你去问厂商啊，不要问我。我不一定知道嘛，这不是我生产的。可是我觉得使用上面心得你可以来问我。对，使用上面心得，我觉得我今天用很不错。我会想要拿给我爸妈用，对，因为他们都不会磨刀，每次我都要帮他磨。大家应该看过我以前那个影片，就是我帮我爸一直磨他那把很惨的刀子。这一套啊，我觉得给他们应该是也很好，而且他收刀的这个机制还不错，就他们不会就是很占空间，因为是直立式收，可能我就可以从此脱离帮我爸磨刀这件事情。当然，就算我会磨刀，可是我的家人他们不一定会磨刀，他们也不一定想要去学磨刀，而且磨刀还要准备一堆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想要日常操作，然后也没有想要特别厉害的锋利度的话，这的确适合他们。好，那我们这边还是有在磨刀课程啊，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来啊。如果你买这套的话，你可能就不来了，那你就来上我们的修肉课或者是吃肉课程。如果喜欢我们频道，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抖内，然后加我们频道会员。对，以后这种好看我先跟你讲。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